哇！2025年呢，眨下眼又過咗半年啦，終於都抽到啲時間同大家好快分享一下，到底上半年我就買咗啲咩錶呢？我自己覺得呢都算係收斂噶啦，唔知道算唔算係做咗呢個 channel 接觸多咗手錶，咁樣反而令到自己更加了解自己中意啲咩，變得貴精不貴多。嗱，雖然呢都一直係有買到嘅，咁但係其實我自己暫時嘅口味呢都唔難理解嘅。咁當然手錶嘅款式永遠係我首要嘅考慮先嘅，跟住落嚟就係兩個好重要嘅 criteria 啦，手上鏈同埋冇日期嘅，盡量有齊呢兩樣嘢啦。如果呢兩樣嘢都達成唔到呢，咁就係一啲好想收藏嘅一啲錶款啦。嗰啲介乎喺中間嘅呢，自然好嚴格地呢就唔作考慮噶啦。亦都因為咁啦，呢幾年都算係幾忍手，收斂咗好多。成日都問自己，如果呢4年呢冇做到 Watch Catalog 嘅話呢，咁樣嘅口味呢，又唔知會唔會一樣係咁樣形成呢？咁 Hamilton 呢一隻呢，其實就2025年啦，第一隻買嘅。主要係當時開始玩呢個閒魚嘅平台啦，咁啊年頭開始玩，開始留意啦。自己其實一直好多年呢都好想買翻呢一隻呢連 Chrono 24呢日本網站呢都揾唔到嘅，竟然喺閒魚嗰度呢輕易咁揾到，因為機械版鋼帶款嘅呢一隻呢係好少二手放盤嘅，就算有呢個價錢都有少少離地，依家大約港幣4000蚊就入咗手咯。至於好多人都會問，喂，閒魚究竟安唔安全嘅呢？因為實在太過多人問，我一次過回答，閒魚呢確實呢唔係一個好可靠嘅平台。雖然你話有咩驗標嘅中介嘅地方啦，咁但係最終嘅決定權呢，其實都係喺你哋自己手上邊嘅。嗱，每個人呢對風險個承擔呢都唔一樣嘅，唔係有錢冇錢嘅問題。例如你只能承擔到1萬蚊嘅損失。咁我諗你亦都唔會喺呢啲平台度買一隻10萬蚊嘅錶啦啩？咁4000蚊嚟講，對我承擔得起嘅，加上我諗冇一個廠商咁癲咁蠢去做呢一隻嘅假錶嘅話，第二隻買入啊，就係喺一次拍攝呢個 The Watch Shop 嘅一個活動入邊呢，即係旺角呢間 The Watch Shop 啦，先至見到呢個廬山真面目。原來有驚喜喎！呢個牌子，一個香港嘅牌子 Low Identity 啊，咁啊當係支持翻本地嘅牌子，都算係支持一個藝術家嘅心態。最後揀咗呢一隻嘅，大概港幣係4800蚊到啦。我都有唔少影片介紹咗啦，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去重溫一下，都幾值得睇一睇呢一個牌子嘅介紹嘅。同樣都係頭先提及過嗰個 The Watch Shop 嗰個活動，呢個活動本身呢，其實就係一個 Michael Brand 嘅一個小型嘅聚會啦。咁啊 Asian 亦都係一個香港嘅牌子，創辦人呢，阿 Thomas 本身佢係一個手錶嘅設計師，一直我都對呢一個系列咧，呢個牌子嘅呢個系列呢，極之高度嘅評價。亦都可能因為牌子聽到我嘅聲音呢，終於隔咗一段時間推出一個冇日期嘅版本。仲有一個接近黑白嘅配色，我又出咗事啦。價錢大約係港幣6000蚊，有咁樣嘅錶盤，咁樣嘅金屬切割，值回票價啦。至於第4隻啦，老實呢，曾經真係有一個 moment 呢，好想買晒全部70年代 inspire 嘅一啲手錶。自然 IWC 嘅呢一隻 Engineer 呢，都係 target 嘅一隻。咁不過中途確實呢，又真係冷卻咗呢個熱呢個衝動。咁之後近幾年啦 ，IWC 推出一個新版嘅 Engineer 呢，再次引起翻呢個熱潮。可惜我頭先都講過啦，自動錶又有日期，其實都唔係我杯茶。不過或多或少重新勾起咗 Engineer 嘅呢一個情懷啦。最衰都係一個二手市場啦，啲價錢實在太過吸引。喺間二手鋪呢，睇到放售港幣28000蚊，full set condition 都非常之好。咁因為 Engineer 有好多唔同嘅機芯嘅，總之 IWC 嘅都真係好亂七八糟。老實講，又自家又非自家呢，最後確定咗呢一款呢係自家機芯嘅，咁嘅價錢都值得收藏一下啦。完咗一個少少想收藏呢個 Gel Genta 嘅呢個少少嘅一個
願景啦，咁啊非常之靚高質嘅一隻，敗筆嘅就係好厚身，反正都係半收藏，可以接受。不得不讚嘅就係呢 IWC 嗰啲手錶呢，嗰個藍寶石個錶面真係有一手。只要你有 IWC 嘅朋友呢，就會明我呢一番嘅說話噶啦。咁就最尾一隻，本身呢一隻呢，完全唔喺我嘅收藏 list 入邊嘅，純粹係自己唔係好中意一啲好舊嘅錶啦，好舊嘅嘢啦。我意思嘅舊呢，唔係舊嘅設計，而係一啲嘢舊咗殘咗咯，嗰種我自己麻麻地嘅。不過難得見到 AMWG 嘅校長呢，竟然放呢一隻好嘢出嚟呢，就忍唔住手啦。Omega 喺1968年推出嘅一個系列 Geneva Dynamic 嘅，強調係有 Geneva 一個字嘅。等一陣我哋再講，非常之前衛嘅一個設計。只要你對設計有一啲啲認識嘅話呢，都經常會聽到呢60、70年代嘅設計係最好嘅。無論任何方面嘅設計呢，呢句話都係真嘅。依家真係好難再見到咁樣類型嘅一啲設計。Dynamic 呢，其實呢個系列呢，總共出咗3個 generation 嘅。第一款呢，即係呢一款呢，就係最原汁原味1968年嘅第一代，最有 feel， 亦都係唯一寫住咗 Geneva 呢個字眼嘅。之後嘅第二代呢，已經冇咩特別，亦都冇咗呢個字眼噶啦。相關嘅資料呢，其實亦都好少。第三代呢，我覺得就更加之冇個性添，就好似2010年嗰陣時呢，嗰個年代呢，之後推出嘅 SUV 嗰啲汽車呢，老實講，部部都一樣樣噶啦。有啲似依家啲電車一樣，又係部部一樣樣。講翻第一代嘅呢隻呢，當時出呢，多數都係自動機芯嘅。只有少量咧係手上鏈冇日期嘅版本，呢啲錶咧暫時呢刻都係講緊幾千蚊嘅價位嘅，其實就非常之抵玩。我呢一隻咧就係單錶一隻，有2 set 嘅帶啦，皮帶同鋼帶啦，港幣佢賣出嚟4500蚊啦。Omega 自家機芯601，最癲嘅係咧佢呢個機芯真係薄到爆燈，薄到咧就算依家2025年去睇嘅話咧，都一啲都唔失禮。點解咁講呢？佳恩呢一隻錶呢，有另一個特色嘅，就係嗰個錶帶呢，你會見到其實係一塊過嘅，即係佢個底蓋同呢個錶帶減去咗部分嘅厚度啦已經。咁雖然呢個膠面呢就偷咗少少位啦，咁但係整體嚟講，你覺得哇已經係超級薄嘅，以1968年嘅技術嚟講係非常之犀利。咁我自己都非常之滿意呢一隻手錶啦，都勉強算係我第一隻嘅 Omega。點解咁樣講呢？因為我好耐之前嘅時候曾經買過隻隕石版嘅 Moonwatch 嘅，不過只係短暫咁擁有，最後都賣咗啦。依家當然係非常非常之後悔啦。佳恩都已經成為咗非常之名貴嘅珍品啦。嗱，咁以上就係今集嘅內容啦。我上半年買咗邊5隻嘅手錶，計計數先，總共呢係港幣大約47,300蚊嘅。嗱，雖然呢個價錢呢，好多一手嘅手錶呢都買唔到噶啦，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不知不覺咁買咗啦，買咗呢5隻已經算係收斂噶啦，都買咗接近差唔多5萬蚊。原來依家都差唔多8月啦。不過之後呢，已經都預留咗12,500蚊到啦，因為又再買入咗2隻錶，一隻又係關閒魚事，所以大家呢，千祈唔好亂咁去閒魚，好容易出事嘅。另一隻呢，係關於澳門一個錶 group 嘅，非常之有紀念價值，先喺度買下關子先。下一集將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閒魚嘅心得啦，因為真係有唔少錶迷都好有興趣去知嘅。同到底我究竟買咗邊一隻錶呢？記得留意小弟嘅呢一個 channel 啦。咁不如大家又留言分享一下你上半年買咗啲咩手錶呢？中意呢條片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啦。我暫時都仲係一人團隊嘅啫，真係一個人，冇呃你嘅，亦都冇呢個必要呃你啊。咁啊，識得我嘅人呢都知道，佢哋呢都唔敢相信啊！點解我有咁多嘅時間去做呢？星期1至4晚呢，其實我都喺澳門嘅，基本上我都係零 social。每晚放工呢，翻到屋企呢，就喺度做呢個 channel， 做自己嘅嘢，先至可以維持到咁樣嘅產量。點解呢？就係一份興趣，一份對手錶嘅熱誠，希望更多人認識，更多人玩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